親愛的朋友們，歡迎來到微光夜讀。現在是9點30秒。陳嵐，你遲到了整整30秒。總監李偉指着牆上的掛鐘，聲音不大，卻足以讓整個設計部的空氣都凝固了。所有人都停下了手裡的工作，幾十雙眼睛齊刷刷地看向門口那個剛踏進來的中年女人。陳嵐手裡還提着剛買的早餐，有些無奈地解釋道：“抱歉，李總監，路上堵車了。”堵車？李偉冷笑一聲，抱着雙臂，居高臨下地看着他。全公司幾十號人，就你一個人，路上有堵不完的車。他猛地一拍桌子，聲音陡然拔高：“不想幹就滾蛋！我們公司不養閒人，更不養廢物。”接下來開始我們本期故事，記得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陳嵐看着眼前這個意氣風發的年輕總監，沒再說話。他來這家公司入職才1周，職位是設計助理，幹的卻是端茶倒水、複印文件的雜活。看什麼看？被我說中了，不服氣。李偉見他不吭聲，氣焰更加囂張。他最享受的就是這種掌控別人生殺大權的感覺，尤其是在一個新來的、看起來就沒什麼背景的中年婦女面前。李總監，我沒有不服氣。陳嵐的語氣很平靜，聽不出任何情緒。既然公司有規定，那我接受。李偉愣了一下，他本來準備了一肚子羞辱人的話，沒想到對方這麼輕易就認了。他感覺自己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有點不爽。接受就好，現在立刻馬上去人事部辦離職手續。他刻薄地補充了一句：“別忘了，這個月工資按規定1分錢都不會有。”好的。陳嵐點點頭，轉身走向自己的工位。他的工位在最角落，桌上除了公司配的電腦，幾乎沒什麼私人物品。同事們的目光充滿了同情、幸災樂禍和麻木，但沒人敢出聲。李偉是公司的紅人，年紀輕輕就坐上了設計總監的位置，聽說背景很硬，沒人敢得罪他。陳嵐默默地拔掉電腦電源，整理着桌上僅有的幾份文件。整個過程，他安靜得不像一個被當眾羞辱並開除的人。李偉靠在自己的辦公室門口，看着這一幕，心裡的不爽越發強烈。他覺得陳嵐的平靜是對他權威的挑釁。張姐，你過來一下。李偉衝着不遠處的人事部經理張杰喊了一聲。張杰一路小跑過來，臉上堆着笑：“李總監，您找我？”李偉下巴朝着陳嵐的方向揚了揚，聲音裡滿是鄙夷和怒火：“我真想知道，當初是誰把這種廢物招進來的？沒能力，沒背景，連最基本的時間觀念都沒有。簡直是拉低我們整個公司的檔次。”張杰的臉色有些尷尬，看了一眼陳嵐，又看了一眼李偉，小聲說：“李總監，陳嵐是我招聘的。”你招的？李偉打斷他的話，像是聽到了天大的笑話。張姐，你這人事經理的眼光可真得好好練練了。周圍傳來幾聲壓抑的竊笑。就在這時，一直沉默着收拾東西的陳嵐忽然停下了動作。他轉過身，看着滿臉得意的李偉，嘴角微微上揚，勾起一抹讓人捉摸不透的笑容。他緩緩開口，聲音不大，卻像一顆炸雷，在安靜的辦公室裡轟然炸響。你未來丈母娘！整個辦公室瞬間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所有人都以為自己聽錯了。李偉臉上的得意笑容僵住了，他掏了掏耳朵，難以置信地看着陳嵐。你說什麼？陳嵐重複了一遍，語氣清晰，帶着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意。我說，當初招我進來的是你未來丈母娘的決定。
李偉的臉色瞬間漲成了豬肝色，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貓，猛地跳了起來，指着陳蘭的鼻子尖聲叫道：“你瘋了吧？你算個什麼東西，也敢在這胡說八道！我未來丈母娘，我告訴你，我女朋友林月的媽媽可是個非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怎麼可能是你這種在菜市場買菜的大媽？”她的話極盡刻薄，引得周圍的人又是一陣騷動。人事經理張杰的臉已經白了，他拼命地給陳蘭使眼色，想讓她少說兩句，可陳蘭仿佛沒看見一樣，依舊平靜地看着李偉。李偉今年28歲，畢業於一所三流美術學院，進公司3年，靠着一些小聰明和溜須拍馬的本事，坐上了設計總監的位置。陳蘭不緊不慢地開口，像是說着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你追了我女兒林月1年，半年前正式確定關係。你告訴她，你家境優渥，父母都是大學教授，而你本人更是才華橫溢，是這家公司的頂梁柱。”李偉的眼睛越瞪越大，額頭上開始滲出冷汗。這些信息，這個女人怎麼會知道得這麼清楚？你到底是誰？你想幹什麼？她的聲音開始發虛。陳蘭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反而繼續說道：“我女兒林月從小被我保護得很好，心思單純，別人對她一點好，她就恨不得把心都掏出來。她說你對她溫柔體貼，成熟穩重，是值得托付一生的人。可我這個當媽的總覺得不放心，所以我就想親自來看看，我女兒拼了命都想嫁的男人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陳蘭說着，拿起桌上的一個小盆栽，輕輕撫摸着葉片。為此，我托了點關係，隱瞞了身份，以一個普通中年求職者的身份來這裡應聘助理。沒想到啊，他抬起頭，目光直視着已經冷汗涔涔的李偉，嘴角那抹笑意更深了，還真是讓我看到了不少驚喜。李偉的腦子嗡的一聲，一片空白。他看着眼前這個穿着普通、氣質卻陡然變得銳利的女人，一個荒唐又可怕的念頭湧上心頭。難道他說的都是真的？不可能。林月說過，他媽媽常年在國外，是個成功的商人，怎麼可能跑來這裡當助理？這一定是個騙局，是這個瘋女人被開除了，故意在這裡胡說八道，想訛錢。想到這裡，李偉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立刻挺直了腰板。保安在哪裡？他指着陳蘭，聲嘶力竭地大喊：“把這個瘋女人給我趕出去！她在這擾亂公司秩序，影響我們正常工作。”2個保安很快就跑了上來。李總監，怎麼了？李偉指着陳蘭，惡狠狠地命令道：“把她給我扔出去！”立刻，保安們面面相覷，有些猶豫。畢竟陳蘭看起來不像鬧事的人，還愣着幹什麼？想不想幹了？李偉怒吼道。保安不敢再遲疑，一左一右地朝着陳蘭走去。辦公室裡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同事們都屏住了呼吸，誰也不敢出聲。人事经理張杰急得滿頭大汗，想上前勸阻，又怕惹火上身。然而陳蘭卻異常鎮定，她甚至沒有看走向自己的保安一眼，目光始終鎖定在李偉身上。李偉，你確定要這麼做？他的聲音很輕，卻帶着一股無形的壓力。我只給你這一次機會，現在向我道歉，然後自己去人事部提交辭職報告，否則後果自負。李偉聽到這話，像是聽到了本世紀最好笑的笑話。讓我給你道歉，還讓我辭職？你以為你是誰？董事長夫人嗎？他誇張地大笑起來，笑聲裡充滿了不屑和嘲諷。我告訴你，今天別說你只是個被開除的助理，
就算你真是我丈母娘，惹了我，也照樣讓你滾蛋，動手把她給我嫁出去。他衝着保安咆哮道。就在保安的手即將碰到陳蘭的胳膊時，一個清脆的聲音響了起來：住手！眾人循聲望去，只見一個穿着職業套裝、戴着金絲眼鏡的男人快步走了過來，是公司的法務部主管劉律師。李偉看到劉律師，眉頭一皺：劉主管，這裡沒你的事。劉律師卻沒有理他，而是徑直走到陳蘭面前，恭敬地微微鞠躬：陳董，您受驚了。陳董，李偉的眼珠子差點瞪出來，整個辦公室的人也都傻眼了。陳董？哪個陳董？陳蘭淡淡地點了點頭，算是回應。劉律師這才轉向李偉，臉色瞬間冷了下來。李總監，這位是陳蘭女士，是我們公司最大股東天弘資本的董事長。你說我該不該管這件事？轟！這句話如同一道晴天霹靂，狠狠劈在李偉的頭頂。他整個人都懵了，雙腿一軟，差點癱倒在地。天弘資本董事長，那個只在傳說中聽過的，掌控着公司命脈的神秘大股東，就是眼前這個被他罵作廢物、被他當眾開除的中年女人。李偉感覺自己的世界觀徹底崩塌了，他張着嘴，喉嚨裡像是被塞了一團棉花，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周圍的同事們更是驚得目瞪口呆，下巴掉了一地。誰能想到，這個不起眼的助理阿姨，竟然是公司幕後的大老闆。這反轉比電視劇還精彩。人事經理張杰則是一臉的後怕和慶幸，他終於明白，為什麼當初董事長秘書會親自打電話，讓他無論如何都要安排陳蘭入職，並且要絕對保密。幸好自己剛才沒有跟着李偉一起得罪他。李偉的臉色由紅轉白，再由白轉青，最後變得一片死灰。他終於明白陳蘭剛才那句後果自負是什麼意思了。他完了。劉律師，這裡交給你處理。陳蘭看都沒再看李偉一眼，仿佛他只是一團空氣。好的，陳董。劉律師點了點頭，然後轉向已經面如死灰的李偉。李偉，你因無故辱罵、誹謗公司重要股東，並試圖用暴力手段將其驅離，嚴重損害了公司形象和股東利益。現在我代表公司正式將你解僱，並且公司法務部將保留對你提起訴訟的權利。劉律師的聲音冰冷而不帶一絲感情。李偉渾身一顫，猛地回過神來，他連滾帶爬地衝到陳蘭面前，一把抱住她的腿，哭喊起來：阿姨，不，陳董，我錯了，我真的錯了，我有眼不識泰山，我狗嘴裡吐不出象牙，您大人有大量，再給我一次機會吧，看在林月的面子上，您就饒了我這一次吧。他涕泗橫流，狼狽不堪，哪裡還有半點剛才囂張總監的樣子。陳蘭厭惡地皺了皺眉，往後退了一步。別碰我。他的聲音冷得像冰。也別提我女兒的名字，你不配。李偉的心沉到了谷底，他知道這次是真的沒有任何挽回的餘地了。他怎麼也想不通，自己怎麼會踢到這樣一塊鐵板。他想起自己過去幾天對陳蘭的頤指氣使，想起自己剛才那些刻薄惡毒的話，腸子都悔青了。如果時間能倒流，他一定把這個助理阿姨當親媽一樣供起來。可惜沒有如果。還有你們。陳蘭的目光緩緩掃過辦公室裡的其他人，那些剛才竊笑過、附和過李偉的人，紛紛低下頭，不敢與他對視。這家公司，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一個趨炎附勢、欺軟怕硬的人。劉律師，
人事部張經理，你們2個負責，把設計部好好整頓一下。是，陳董。劉律師和張杰立刻恭敬地應道。處理完這一切，陳蘭拿起自己那盆小小的綠植，轉身準備離開。從始至終，她都保持着那份雲淡風輕，仿佛今天發生的一切對她來說不過是拍掉了一粒衣服上的灰塵。可就在她走到門口的時候，她的手機突然響了，看到來電顯示的名字，陳蘭的眼神柔和了下來，是她的女兒林月。她走到一個安靜的角落，接起了電話。媽，你今天怎麼沒給我發消息啊？工作還順利嗎？電話那頭傳來女兒清脆活潑的聲音。陳蘭笑了笑，挺順利的。那就好，我跟你說個事呀，李偉他今天有個特別重要的項目要匯報，關係到他能不能升副總呢？他說等他成功了，就正式來我們家提親。媽，你高不高興？聽着女兒充滿期待和幸福的聲音，陳蘭的心裡五味雜陳。她沉默了片刻，緩緩開口：月月，如果你發現李偉並不是你想象中的那個人，你會怎麼辦？電話那頭的林月愣了一下，隨即笑了。媽，你怎麼會這麼問？李偉他對我可好了，他就是我這輩子認定的那個人。再說了，他是什麼樣的人，我還不清楚嗎？陳蘭輕輕嘆了口氣，傻孩子，你清楚的，只是他想讓你看到的樣子而已。他正想再說點什麼，電話裡突然傳來李偉的聲音：月月，在跟誰打電話呢？那聲音溫柔的能掐出水來，和剛才那個歇斯底里的男人判若兩人。陳蘭的眉頭瞬間蹙了起來。在跟我媽打電話呢。林月的聲音帶着一絲嬌嗔。是嗎？快讓我跟阿姨說幾句。電話被奪了過去，李偉的聲音從聽筒裡傳來，充滿了熱情和諂媚。喂，阿姨您好，我是李偉啊。月月經常跟我提起您，說您是一位特別有智慧、有氣質的女士，我一直都特別敬佩您。陳蘭沒有說話，只是靜靜地聽着。她能想象到電話那頭的李偉此刻一定是滿臉堆笑，點頭哈腰的樣子。阿姨，您放心，我一定會好好對月月的，把她當成公主一樣寵着。等我這邊忙完了，我就和月月一起去看您，到時候我們再好好聊。她的聲音聽起來是那麼的真誠，那麼的懇切。如果不是親眼見過她另一副嘴臉，或許連陳蘭自己都會被他騙過去。這個男人太會演戲了。陳蘭的眼神一點點冷了下來，她終於明白為什麼自己單純的女兒會被他騙得團團轉。李偉，他冷冷地開口，只叫了2個字。電話那頭的李偉聲音瞬間卡住了。這個聲音雖然隔着電話，但他還是立刻就聽出來了。這不就是剛才那個把他打入地獄的陳董的聲音嗎？怎麼會是林月的媽媽？一顆驚雷在他腦海中炸開。他一直以為陳蘭說的你未來丈母娘只是一個用來羞辱他的荒誕不經的謊言。他從來沒想過這個世界上竟然有這樣巧合的事情。他未來丈母娘就是他剛剛得罪死的公司大老板啊！阿姨，您是？李偉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牙齒都在打顫。我是誰？你不是已經知道了嗎？陳蘭的語氣裡聽不出一絲波瀾，卻讓李偉如墜冰窖。剛才在公司，你不是挺威風的嗎？怎麼現在連話都說不清楚了？不是的，阿姨，您聽我解釋。那是個誤會，天大的誤會啊！李偉快要哭出來了，他抓着手機，感覺自己的人生在這一刻徹底變成了黑白色。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一心想要巴結的未來丈母娘，
竟然就是自己最看不起，還往死裡得罪的那個助理阿姨。他費盡心機在林月面前扮演完美男友，為的就是能攀上他那個據說非常有錢的母親。可現在他親手把這條通往天堂的路給徹底堵死了。誤會。陳嵐冷笑一聲，把我堵在公司門口，當着幾十人的面罵我是廢物，這也是誤會。因為我遲到30秒就把我開除，1分錢工資都不給，這也是誤會。叫保安把我扔出去，這也是誤會。陳嵐每說一句，李偉的臉色就白1分，到最後他已經面無人色，連手機都快握不住了。他握了半天，卻一個字也解釋不出來。就在這時，辦公室的門突然被人從外面推開，公司的 CEO 趙建國帶着幾個部門高管，行色匆匆地走了進來。趙建國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角落裡打電話的陳嵐，也看到了癱坐在地上失魂落魄的李偉。他臉色一變，立刻快步走到陳嵐面前，臉上擠出無比熱情的笑容。陳董，您怎麼親自過來了？哎呀，您來怎麼也不提前打個招呼，我好去門口接您啊。陳嵐掛斷了電話，淡淡的看了他一眼。趙總，你來得正好，我來自己的公司看看，還需要跟你打招呼嗎？趙建國的額頭瞬間冒出一層冷汗，連忙擺手，不，當然不用。我的意思是，您能來視察工作，我們整個公司都蓬蓽生輝。他一邊說着，一邊疑惑地看了一眼地上如同爛泥的李偉，又看了看周圍噤若寒蟬的員工，心裡大概猜到了幾分。看來這個不知死活的李偉是把天給捅了個大窟窿。趙建國心裡暗罵一聲，臉上卻不敢有絲毫表露。他彎着腰，小心翼翼地問道：“陳董，不知道這裡是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哪個不長眼的惹你生氣了？”陳嵐沒有回答，只是將目光投向了辦公室的大門。所有人的視線也下意識地跟着他一起望了過去。門外，一道亮麗的身影正快步向這邊走來，女孩臉上洋溢着燦爛的笑容，手裡還提着一個精緻的保溫飯盒。李偉，我給你送午飯了，今天有你最愛吃的。林月歡快的聲音在門口響起。當他看清辦公室裡這詭異的一幕時，聲音戛然而止。他看到了公司的 CEO 和一群高管，他看到了臉色煞白、癱坐在地上的男朋友李偉。最後，他的目光落在了被眾人簇擁在中心、氣場強大、眼神冰冷的母親陳嵐身上。林月臉上的笑容瞬間凝固了。媽，他茫然地開口，聲音裡充滿了困惑和震驚。你怎麼會在這裡？還有，趙總，你們這是在幹什麼？林月的出現像是在一潭死水裡投下了一顆巨石。李偉仿佛看到了最後一根救命稻草，他手腳並用地爬向林月，臉上布滿了鼻涕和眼淚。月，你快救救我！他死死地抓住林月的褲腳，仰着頭，樣子要多可憐有多可憐。你快跟你媽媽求情，這是一個誤會，所有的一切都是個誤會啊！林月被他這副樣子嚇到了，下意識地後退了一步，手裡的保溫飯盒哐當一聲掉在地上，湯汁灑了一地，就像李偉此刻破碎的尊嚴。李偉，你這是怎麼了？林月結結巴巴地問，然後把求助的目光投向自己的母親。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怎麼會在這裡？趙總他們為什麼？陳嵐緩緩地走到女兒身邊，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眼神裡滿是心疼。月，媽媽今天就給你上一堂課。她的聲音不大，卻清晰地傳遍了整個辦公室。教你看看，
你一心一意愛着的這個男人，到底是個什麼貨色？陳蘭的目光轉向李偉，眼神冷得像刀子。李偉，你不是想解釋嗎？好，我給你機會，你當着我女兒的面，把你剛才說過的話、做過的事，一五一十地再重複一遍。李偉渾身一哆嗦，頭搖得像撥浪鼓一樣。不，我沒有，我什麼都沒說，什麼都沒做。他開始耍賴，試圖抵賴。沒做。陳蘭冷笑一聲，那我就替你回憶一下。你當着整個設計部幾十名員工的面，指着我的鼻子罵我是廢物。你因為我遲到了30秒，就要把我開除，並且不支付任何薪水。你還叫來保安，要把我像垃圾一樣扔出去。陳蘭每說一句，林月的臉色就白一分。他難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母親，又看看地上狼狽不堪的李偉。李偉，我媽媽說的是真的嗎？林月的聲音帶着顫抖。不是的，月月，你別聽他胡說。李偉瘋狂地狡辯。我那是不知道她是阿姨啊，我以為她就是一個普通的員工，我是在維護公司的規章制度啊。他試圖為自己的行為找到一個合理的借口，然而這個借口卻顯得那麼蒼白無力。一直沉默的林月突然開口問了一個問題，他的聲音很輕，卻像一把重錘，狠狠地砸在了李偉的心上。所以，如果她不是我媽媽，如果她真的只是一個普通的員工，你就可以这樣肆無忌憚地羞辱她，踐踏她的尊嚴，是嗎？李偉的辯解聲戛然而止，他張着嘴，呆呆地看着林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是啊，如果对方不是董事長，不是他未來的丈母娘，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在他看來都是理所當然的。他甚至會為自己殺雞儆猴的鐵腕手段而感到得意。林月看着他無言以對的樣子，眼淚終於忍不住流了下來。他哭的不是李偉的欺騙，而是自己過去的愚蠢和天真。他終於明白，母親那句“你看到的只是他想讓你看到的樣子”是什麼意思了。這個男人在他面前溫柔體貼、謙遜有禮，可背地裡對待一個比他年長的普通員工，卻是如此的刻薄、惡毒，毫無尊重。他的溫柔不過是偽裝，他的謙遜不過是面具，面具之下藏着的是一顆醜陋、自私又傲慢的心。我明白了。林月擦乾眼淚，眼神變得異常平靜。他看着李偉，一字一句地說道：“李偉，我們分手吧。”這5個字像最後的審判，徹底擊垮了李偉。不，月月，不要，你再給我一次機會，我真的知道錯了。他想去抱林月的腿，卻被林月嫌惡地躲開了。此時，一直在一旁察言觀色的 CEO 趙建國知道自己該上場了，他清了清嗓子，滿臉義正辭嚴地站了出來。李偉，他怒喝一聲，指着李偉的鼻子：“你真是太讓我失望了！我們公司一向強調尊重、平等的企業文化，你身為設計總監，竟然做出如此品行敗壞、道德淪喪的事情。你不僅嚴重傷害了陳董的感情，更玷污了我們公司的聲譽。”趙建國痛心疾首，演技十足。我宣布，從現在起，你被公司正式開除了。不僅如此，公司還將成立專項調查組，徹查你任職期間的所有項目和行為。如果發現任何違規問題，絕不姑息。這番話徹底斷了李偉所有的後路。他知道自己不僅丟了工作，丟了愛情，很可能連在這個行業的未來都一起葬送了。他兩眼一翻，徹底癱在了地上，像一灘扶不上牆的爛泥。保安！趙建國大手一揮，把他給我拖出去，別在這裡髒了陳董的眼。
這一次，保安不再有任何猶豫，一左一右架起癱軟的李偉，把他拖出了辦公室。一場鬧劇終於落下了帷幕。李偉被拖走後，辦公室裡的氣氛依舊壓抑。趙建國小心翼翼地走到陳嵐身邊，臉上堆滿了歉意。陳董，實在是對不起，是我管理不善，用人不察，才讓您受了這麼大的委屈。您放心，我回去一定深刻反省，嚴肅處理相關責任人。陳嵐擺了擺手，沒有說話。他現在的心思全在女兒身上。林月雖然表面平靜，但陳嵐知道這件事對他的打擊一定很大。他拉着林月的手，輕聲說：“月月，我們回家吧。”林月點了點頭，默默地跟在母親身後。可就在他們準備離開的時候，趙建國的手機突然急促地響了起來。他看了一眼來電顯示，臉色瞬間變了。是環球科技的王總。趙建國的聲音有些緊張。環球科技是公司最重要的客戶，他們手上一個價值數千萬的項目，就是由李偉負責對接的。他有一種不祥的預感。趙建國走到一旁，接起電話，臉上立刻堆起了笑容。喂，王總您好啊。可他話還沒說完，電話那頭就傳來一陣咆哮。趙建國，你們公司到底是怎麼回事？約好了今天上午10點給我項目方案，現在都快中午了，連個鬼影都沒有。我剛剛給你們那個李總監打電話，他居然不接。你們就是這麼對待重要客戶的嗎？趙建國的冷汗唰的一下就下來了。他這才想起來，李偉今天之所以大發雷霆，似乎就是因為這個項目方案出了問題。王總，您別生氣，您聽我解釋，這裡面有點誤會。我不想聽你解釋。王總粗暴地打斷他。我告訴你，趙建國，我再給你們1個小時的時間，1個小時內我看不到滿意的方案，我們的合作就此終止。不僅如此，我還要起訴你們公司違約，你們就等着收律師函吧。說完，對方啪的一聲掛斷了電話。趙建國拿着手機，呆立在原地，臉色比剛才的李偉還要難看。完了，這下真的完了。這個項目要是黃了，公司的損失將是災難性的。董事會那邊他根本沒法交代。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那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李偉。他因為開除陳嵐，導致項目最關鍵的數據部分沒人處理，最終引爆了這場危機。辦公室裡所有高管都聽到了電話內容，一個個面如土色。趙建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他現在甚至有些後悔。剛才把李偉開除得太乾脆了，至少也應該讓他把這個爛攤子收拾完了再滾蛋啊！就在所有人束手無策、一片絕望之際，一個清冷的聲音響了起來：“方案在我這裡。”眾人猛地回頭，只見陳嵐不知何時已經停下了腳步，正平靜地看着他們。趙建國愣住了，他看着陳嵐，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董，您說什麼？陳嵐走到自己那個角落裡的工位旁，指了指那台舊電腦。環球科技的項目方案，最終的數據整理和初步構架是我做的。李偉看不懂，所以才遲遲無法推進。此話一出，整個設計部的人都驚呆了。他們一直以為陳嵐這個助理每天就是打雜的，誰能想到公司最重要的項目、最核心的部分，竟然是出自他手。趙建國更是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眼睛裡瞬間迸發出了光芒。陳董，那您……他激動得語無倫次。陳嵐沒有理會他，徑直走到電腦前坐下。他熟練地開機，輸入密碼，
屏幕上立刻彈出了一個極其複雜的項目文件，裡面布滿了各種數據模型和設計草圖，看得周圍的設計師們眼花繚亂。把環球科技的王總電話給我。陳嵐頭也不抬地說道。趙建國立刻把手機恭敬地遞了過去。陳嵐接過電話，直接撥了回去。電話很快接通，王總不耐煩的聲音傳來：“又有什麼屁話要說？”“王總，你好，我叫陳嵐。”陳嵐的聲音平靜而自信：“我是這個項目新的負責人，關於方案，我想和你談談。”王總愣了一下，隨即冷笑道：“談？還有什麼好談的？你們的李總監不是挺牛的嗎？讓他來跟我談。”“他已經不是了。”陳嵐淡淡的說道。“王總，我知道您很生氣，但我還是想請您給我5分鐘的時間，因為李偉提交給您的原始方案存在一個致命的缺陷，如果按照那個方案執行，你們的產品在未來半年內必然會出現重大的安全隱患。”電話那頭沉默了。環球科技的王總本身就是技術出身，他立刻聽出了陳嵐話裡的分量。“你說的是數據冗餘導致的內存溢出問題？”王總試探性地問了一句。陳嵐的嘴角微微上揚，看來王總也是行家。“沒錯，我不僅發現了這個問題，並且已經有了完整的解決方案。我的新方案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將產品性能提升15%，並且徹底杜絕安全隱患。”電話那頭的王總呼吸聲明顯變得急促起來，他被徹底鎮住了。內存溢出的問題是他們內部技術團隊反覆測試才發現的，對方一個項目負責人竟然能一眼看穿，而且還已經有了解決方案。這已經不是普通商務總監的水平了，這絕對是頂級的技術大神。你說的都是真的？王總的聲音裡已經帶上了一絲敬畏。是真是假？我們視頻會議上用數據說話。陳嵐說完便掛斷了電話。他站起身，對目瞪口呆的趙建國說道：“準備會議室，連接環球科技的視頻會議。另外，把設計部所有核心設計師都叫上，讓他們也好好學習一下方案該怎麼做。”“是，我馬上去辦。”趙建國點頭如搗蒜，看向陳嵐的眼神已經從之前的敬畏變成了徹底的崇拜。這位董事長不僅有雷霆手段，更有驚天偉地之才。公司有他，何愁不興？林月站在一旁，靜靜地看着母親。這一刻，他眼中的母親不再僅僅是那個溫柔呵護他的媽媽，她從容、自信、專業、強大，身上散發着無與倫比的光芒。林月突然覺得自己以前對母親的了解實在是太少了，她也終於明白，一個真正強大的人從來不需要靠貶低別人來抬高自己，因為他們的實力就是最硬的底氣。1個小時後，會議結束，結果毫無懸念。陳嵐憑借着無懈可擊的專業能力和遠超李偉的戰略眼光，徹底征服了環球科技的王總。王總不僅當場拍板敲定了合作，甚至還主動提出要追加20%的投資，進行深度戰略合作。一場即將爆發的巨大危機就這樣被陳嵐輕描淡寫的化解，甚至變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機遇。會議室裡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設計部的所有員工看着陳嵐的眼神裡充滿了發自內心的敬佩和信服。趙建國更是激動得滿臉通紅，他知道自己這次是抱對大腿了。風波過後，公司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人事經理張杰因為在事件中表現出的正直，被破格提拔為行政副總裁。
設計部那些曾經附和過李偉的員工被悉數清退，而那些踏實肯幹、有能力卻被打壓的年輕人則得到了晉升和重用，整個公司的風氣煥然一新。至於李偉，他的下場則十分淒慘。公司的內部調查很快就查出了他履歷造假、侵占公司財產、惡意搶奪下屬功勞等多項罪證。他不僅被公司起訴，索要巨額賠償，更是在整個行業內被徹底封殺，身敗名裂。據說後來有人看到他在一家小餐館裡做服務員，整個人都變得頹廢而蒼老，再也沒有了當初的意氣風發。這一切，陳嵐都沒有再關注。對他來說，李偉不過是人生中一個微不足道的過客，是他給女兒上的一堂成長課的反面教材。幾天後的一個周末，陽光明媚，陳嵐和林月坐在一家咖啡館的露天座位上，享受着難得的母女時光。林月看起來比以前成熟了許多，眼神裡也多了一份堅定。媽，對不起。林月攪動着杯子裡的咖啡，輕聲說道：“以前是我太天真了，識人不清，還差點因為一個渣男傷害了你。”陳嵐笑了笑，握住女兒的手：“傻孩子，這不怪你。人這一生，誰還沒遇到過幾個人渣呢？及時止損就是最大的幸運。經歷過這件事，能讓你成長，就是值得的。”林月重重地點了點頭，她抬起頭看着母親，眼睛裡閃着光：“媽，我決定了，我不想再渾渾噩噩地過下去了。我想去您的公司，從最基層的實習生做起。我想變得像您一樣，成為一個獨立、強大、有能力的女性。”看着女兒眼中重新燃起的光芒，陳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知道，她的女兒終於長大了。陽光透過樹葉的縫隙，斑駁地灑在母女倆的身上，溫暖而美好。遠處的街道車水馬龍，一個新的故事似乎才剛剛開始。感謝大家的觀看，本期故事精彩嗎？歡迎大家在下方評論區吐槽。如果你喜歡這類故事，記得點擊訂閱微光夜讀，並分享給更多的人，這會對我幫助很大。再次感謝大家的觀看。